我这几十年看过太多父母，他们跑来找我，满脸愁苦，说曾教授，我为这个孩子掏心掏肺，他怎么长大了就跟仇人一样？我帮他把路都铺好了，他为什么非要去走弯路？我是为他好啊，他怎么就不能理解？我听完这些，只问他们一个问题：你是不是全搞错了？你以为生个孩子是来陪你的？国以为养他小，他就该养你老。你以为这场亲子关系是投资，晚年要回收，我告诉你全错了。你之所以痛苦，之所以晚年凄凉，就是因为你从一开始就把这段关系的道理彻底弄反了。我今天要讲一句非常残酷的真话，你可能不爱听，但你必须听懂。畜母子女一场，从来不是为了相聚，而是为了分离。你听不懂，好好去想一想。孩子出生剪断脐带，那是不是第一次分离？孩子上幼儿园，你送到门口，他哭着不让走，那是不是第二次？他长大去外地读书、工作、结婚，有了自己的家，那是不是一次又一次的分离？这不是悲剧，这是宇宙的自然规律，而你非要去抵抗这个规律，非要抓着不放，你当然痛苦。今天我们就要把这个天大的道理讲清楚。你作为一个父母，这辈子真正的任务是什么？你要修什么功课？把这个想通了，你自己解脱了，孩子也会反过来感谢你。我们中国人最讲一个缘字，父母跟儿女是世界上最深的缘分，但这份缘的任务是什么？朋友之缘是志同道合，可以一起走。夫妻之缘是阴阳互补，要相守一生。可父母和子女的缘是单向的，是付出，不是交易，是传承，不是占有。我看到太多父母50、60岁、60、70岁了，还在遥控30岁、40岁的孩子。你工作不好，赶快辞掉；你对象我不喜欢，赶快分手；你房子要买在这里，听我的。你为什么要这样？你说我是为他好，我告诉你，为你好3个字是天底下最可怕的绑架。那不叫为他好，那叫满足你自己的控制欲。我们中国人讲孝顺，什么叫孝？什么叫顺？你现在搞反了，你要求孩子顺你，我告诉你，父母真正的智慧是你要学会顺他，顺他成长的那个道，顺他独立的那个事。易经告诉我们，万事万物都有它的时序。孩子小的时候，你是乾卦，你是天，你强，你覆盖他；他是坤卦，他是地，他弱，他承载你。但当孩子长大了，他自己要成为乾卦了，要去自强不息，开创他自己的天能。这个时候，你作为父母，你的任务变了，你要退位，要从乾卦退回到坤卦的位置，学会厚德载物。什么叫厚德载物？他成功了，你不多说一句；他失败了，你也不多骂一句，你就在那里安安静静给他一个底，这才叫智慧。我有一个学生，叫他李先生吧，他退休前是个高阶主管，管人管习惯了。他儿子30多岁，在外面创业很辛苦。李先生看不下去，觉得儿子太嫩，天天打电话去指导，你那个合约不能这样签，你那个员工有问题，赶快开除。结果呢，他儿子压力大到忧郁症，差点跟他断绝关系。他跑来找我说，陈教授，我快被气死了，我一辈子的经验要白白送给他，他都不要。我说，你那不是经验，你那叫包袱。你儿子在打一场现代战争，你拿的是古代兵法，你不是在帮他，你是在扯后腿。我说，你回去学3个字，叫做我不管。他一听跳起来，我不管，公司倒了怎么办？我说，倒了就是他命里该倒，倒了他才会学会站起来，你让他倒不了，他就永远站不起来。他半信半疑回去了，开始学着闭嘴。他儿子一开始不习惯，打电话来说，爸，我最近那个，他就说你自己决定就好，我相信你。过了半年，他儿子反而开始跟他交心了。
常上次那个案子我搞砸了，我现在才懂你以前说的风险控管是什么意思。你看，你放手，他才懂事；你不教，他才学会，这就是道。所以，这篇文案讲的不是别的，就是渐行渐远的目送。你不要觉得这很悲哀，我告诉你，这不叫悲哀，这叫任务完成。你把他养大，教育他成人，然后送他远行，看着他的背影越来越远，消失在转角。这个目送就是父母这辈子最伟大也最艰难的修行。我们很多父母，尤其50、60岁的一辈子太能干，年轻时为孩子操心那是责任，老了你还40时插时，我告诉你，那是糊涂。他找工作，他谈恋爱，他买房子，他结婚，你比他还急。你的意见他未必听，你总觉得他不懂事，可他摔过的那些跟头，那才是他真正的人生。中国人讲一句老话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为儿孙做马牛。这句话里面有大学问，你替他把路都铺平了，一点石头都没有，他走过去不会感谢你，他觉得理所当然，而且他因为没摔过跤，腿是软的，将来你不在，他一出门遇到一颗小石头，他就摔死了。你这是在爱他还是在害他？你好好去想，人的一生啊，该走的弯路一步都不会少。父母再能干也替不了孩子成长。我隔壁住一个老王，他儿子大学毕业说不想找工作，要去环岛骑行，他老婆急得要命，天天骂，你看看人家隔壁的都去台积电了，你还在玩。老王怎么做？他一句话都不骂，把他儿子叫过来，给他5000块钱，说我只给你5000，你要骑可以，路上自己想办法，骑不下去你就自己滚回来找工作。他儿子拿着5000块真的出发了，第1天爆胎了自己补，第3天钱花完了，晚上睡在公庙，第5天饿得受不了，跑去工地帮人家搬砖头赚一顿饭钱。1个月后，他儿子回来了，又黑又瘦，像个难民一样，一进门扑通一声跪在他爸妈面前，说爸妈，我错了，我明天就去投履历，你看。老王的老婆问他，你怎么知道他会回来？老王说，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来，但我知道他跳下去的那个坑，他自己不爬上来，你拉他1万次，他还会再跳下去。这就叫智慧。50岁以后，你不要再拿为你好去绑架孩子了。你的爱是真的，但他的自由也是真的。有时候，不管才是最好的管，不帮才是最好的帮。他需要你时，你第一把手给个建议；他不需要你时，你退远一点，保持距离，让他自己去闯。父母最大的智慧，不是你有多能干，而是你能忍住不干涉。好，现在你学会放手了，孩子真的会走了。接下来你就要面对第3关，也是最难的一关，虎毒。人老了，你要习惯家里空荡荡。以前你嫌他吵，嫌他闹，嫌他挑食，现在你盼他回家，哪怕是吵吵闹闹你也高兴。以前你嫌他挑食，现在你想给他做顿饭，你连机会都没有。孩子长大了，就像鸟飞走了，那个巢再温暖再舒服，也留不住一只向往天空的翅膀。你打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来，他答应得很痛快，好，下礼拜就回。结果呢，他忙起来连电话都忘了打。这个时候你不要怨，不要坐在那里哭，说我养了个不孝子。我告诉你，他不是不孝，而是成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2字。他有他的老板要应付，有他的客户要讨好，有他的房贷要缴，有他的孩子要养，他也是自顾不暇。父母跟孩子的这场缘分，终究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。你修什么？你修的就是在你还能看见的时候多看一眼，在你能说话的时候少唠叨几句，把他养大，送他远行，然后转过身来，默默地过好你自己的日子。不要去抱怨，不要去纠缠，
你要明白，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，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。你不要把你的晚年寄托在你的孩子身上，那样太沉重了，他也扛不起。你要把你的晚年寄托在你自己身上。我认识一个陈妈妈，她儿子在美国硅谷，一年难得回来一次。她刚退休的时候，天天以泪洗面，觉得人生没意义了。后来她跑去社区大学学国画，学打太极拳，跑去当志工，去医院，去图书馆。她现在比她儿子还忙。儿子打电话回来，他都说：“哎呀，你不要讲太久，我等一下还要跟老张他们去爬山。”你看他现在活得神采奕奕。他儿子反而很安心，因为他知道他妈妈过得很好，他不需要愧疚，这才是双赢。所以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，来做总结。人到老年最通透的活法是什么？就是承认。你要承认，孩子他不属于你，他是借你的肚子来到这个世界上走一遭，他是借你的肩膀去看更高的风景，然后他就要头也不回地去闯他自己的天地。你不能因为你借他肚子，你就要他还你一辈子；你不能因为你借他肩膀，你就要他永远待在你肩膀上，那不合理。你能给的只有2样东西，一个是祝福，一个是背影。所以我劝天下的父母，第一，不要纠缠他，长大了他就是独立的个体，你对他最好的爱就是保持距离。第二，不要伤感，他的远行代表你任务完成，你应该高兴才对。第三，不要怨恨，他有他的难处，你有你的晚年。父母子女一场，能做到互相不怨恨，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。你记住，你当父母，你这辈子就是在学一件事，夹会目送。从你把他抱在怀里，到你牵在他手里，从你送他到校门口，到你送他到火车站，到最后连火车站他都不用你送。父母这一生就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目送当中慢慢老去的。你以为的永远不过是短暂的陪伴，你以为的离不开，终究会变成不必追。你真正要做的不是去追他的背影，而是转过身来去面对你自己的人生。你把自己过好了，你健康，你快乐，你有事做，这才是对孩子最大的帮助，这才是你给他最宝贵的遗产。